接亲当天，未婚夫以秘书晕车为由，让我坐在后车，我一个新娘子却连头车都坐不到，真是闻所未闻。我整个人愣在原地，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起得太早产生了幻听。我转过头看着这个我爱了3年的男人，他正理所当然地皱着眉，仿佛在说一件再小不过的事。白月晕车，他必须得坐前面，你就委屈一下，反正路程也没多远。他说的轻巧，可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我是新娘，他是秘书，我一个新娘坐后车，秘书跟新郎坐头车，这种荒唐事放眼整个海城，恐怕也是头一遭。我强压着心头的火气，冷声质问陆泽，你觉得这合适吗？再说了，别人晕车都是需要开窗通风，再不济也是坐副驾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晕车必须要坐主婚车后座的。坐在一旁的白月，此时脸上的得意都快要溢出来了，他矫揉造作地拉了拉陆泽的衣角，声音娇滴滴地传了过来。对不住了，林夏姐，我这个病比较特殊，陆总也是心疼我，非要让我跟他坐头车，我也觉得不合规矩，要不我还是下去吧。他嘴上说着要走，屁股却挪都没挪一下。陆泽一听这话，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行了，林夏，你有完没完？不就是一个座位吗？非要在大喜的日子让大家都下不来台。白月是为了公司才累病的，你能不能大度一点？看着他这副嫌恶的神情，我心里那点仅存的温情彻底熄灭。为了亲戚朋友在场，为了父母的面子，我死死攥着裙摆，一言不发地走向了后车。后车的狭窄和屈辱并没让我哭出来，反而让我的脑子前所未有的清醒。到了酒店，我没等陆泽来接，自己拎着裙摆直接去了新娘休息室。还没推开门，里面就传出了白月那让人作呕的娇笑声。陆总，这件敬酒服真的好衬我的皮肤呀，林夏姐的身材没我好，穿这件肯定没我好看。我推门的手僵在半空中，顺着门缝看过去，陆泽正站在白月身后，亲昵地帮她拉起后背的拉链，而白月身上穿着的正是外婆亲手为我缝制的价值100万的苏绣敬酒服。陆泽语气温柔的让我心寒，这衣服本来就适合你，既然你喜欢，回头我让他送给你就是了，反正他大度不会跟你计较这些。白月转过身，软软的靠近陆泽怀里，从包里掏出一叠文件。那咱们之前说好的林夏姐手里那10%的股份，你什么时候转给我？没点保障，我怎么好意思一直留在你身边嘛？陆泽没犹豫，直接在文件上签了字。放心，今天婚礼一结束，那些股份就是你的。她一个家庭主妇，拿那么多股份也没用，不如给你这个贤内助。我在门外听得冷笑出声，家庭主妇，陆泽怕是忘了，他公司能有今天，全靠我手里握着的那些核心专利和人脉。既然你们已经提前分赃了，那我也没必要给陆家留半点脸面。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法务的电话，帮我起草一份撤销专利授权的律师函。半小时后，我要在婚礼现场准时发布。婚礼进行曲终于响了起来，陆泽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红毯尽头，摆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若不是刚看他在休息室跟秘书调情，我差点就被他骗了。我挽着父亲的手，踩着鲜红的地毯，一步步走向台前。台下的亲戚朋友都在鼓掌，陆泽的父母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毕竟他们等这一天，等的是我背后能带给陆家的巨额注资已经很久了。司仪在台上煽情地念着誓词：陆泽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林夏女士为妻？无论贫穷富贵。等一下。我直接拿过司仪手中的麦克风，声音平静却有力，瞬间传遍了整个宴会厅。全场寂静，陆泽的脸色微微一变，压低声音提醒我：林夏，别闹，有什么事回家再说。我没有理会他，而是转身看向大屏幕。在宣布我是否愿意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段精彩的视频，也算是我送给陆家的一份大礼。屏幕上瞬间切换了画面，正是刚才休息室里陆泽亲手帮白月拉拉链，并私自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视频里的白月笑得花枝乱颤，陆泽说：“我只是个没用的家庭主妇。”底下的宾客瞬间炸开了锅，陆泽的父母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林夏，你疯了吗？陆泽恼羞成怒，想要冲过来夺我手里的麦，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打歪了他的领带。陆泽，你既然这么心疼你的秘书，那这婚你干脆跟他结吧。我扯下头上的白纱，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这婚我不结了。还有，陆泽，你欠我的，我要你一分不少地还回来。婚礼现场乱成了一锅粥，陆泽的母亲第一个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林夏，你这个疯女人，你知不知道今天请了多少商界名流？你不要脸，我们陆家还要脸呢，不就是一个秘书吗？哪个成功的男人身边没点莺莺燕儿？你心胸怎么这么狭窄？我看着这个平日里对我嘘寒问暖，此刻却面目狰狞的婆婆，冷笑连连。
心胸狭窄。既然您觉得合适，那不如让陆泽现在就娶了白月，反正股份协议都签了，正好喜上加喜。陆泽此时也回过神来，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我，眼神里全是阴狠。林夏，你别以为闹这一场就能拿捏我，离了我，你什么都不是。没了陆家的庇护，你那些专利就是一堆废纸。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跟在座的客人道歉，婚礼继续，否则你会后悔的。我像看智障一样看着他，他是真的忘了当初是谁跪在我家门口求我授权专利帮他的公司起死回生。后悔，陆泽，你很快就会知道这2个字到底怎么写。我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酒店门口走去。白月此时竟然还敢追上来，红着眼睛装委屈。林夏姐，你误会了，我和陆总真的没什么，你快回去吧，别让陆总难做。我停下脚步，冷漠地扫了他一眼。白月，既然你这么喜欢捡垃圾，那陆泽这种货色就送你了。希望等陆家破产的时候，你还能笑得这么灿烂。酒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就像是要冲刷掉我这3年的愚蠢。我走出大门，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停在了我面前。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一张精雕细琢却冷若冰霜的脸，是傅廷琛，那个在海城只手遮天，传说中行事狠辣、不近人情的傅氏掌权人。他此时正靠在真皮座椅上，指尖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雪茄，眼神玩味地打量着落魄的我。林小姐，当众退婚的戏码精彩绝伦。他的声音醇厚低沉，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压迫感。我站在雨中，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汽，强撑着最后的尊严，对上他的视线。傅总，大雨天停在这里，该不会只是为了看我的笑话吧？傅廷琛轻笑一声，修长的手指敲了敲车门。上车，你现在的样子不适合谈生意。我犹豫了1秒，便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厢内弥漫着淡淡的檀木香气，瞬间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和寒冷。傅廷琛递给我一块洁白的方巾，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谈论天气。听说陆泽为了那个秘书转走了原本承诺给你的股份，而你撤回了所有技术授权。林夏离了婚，陆泽的公司活不过3天。我擦拭着发梢，眼神清冷。那又如何？我要的不仅仅是他的公司倒闭。傅廷琛身体微微前倾，深邃的眸子盯着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巧了，傅氏正缺一个像你这样有脑子的合伙人。不过我还有个更有趣的提议，林小姐，考虑一下闪婚吗？我也正好缺一位名正言顺的傅太太来应付家里那些老头子。我握着方巾的手微微收紧。闪婚，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城首富向我求婚，怎么听都像是一个陷阱。傅总，您这算盘打得太响了吧？跟我结婚，您不仅能名正言顺地接手我的专利，还能利用我打击对头公司。我能得到什么？傅廷琛似乎早料到我会这么问，他从文件包里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推到我面前。你可以得到傅太太的身份，这代表着在海城没人再敢动你一根汗毛。除此之外，陆家所有的资产在破产清算后都会归入你的名下。而我只要你专利的3年优先使用权。我逐行扫过协议，不得不说，傅廷琛给出的条件精准地踩在了我的需求点上。我要复仇，更要让那些轻贱我的人爬不起来。为什么是我？傅总想结婚，海城的名媛估计能从这里排到外滩。傅廷琛眼神深了深，指尖掐灭了雪茄，语处惊人。因为你够狠，一个能在自己婚礼上亲手撕烂体面的女人，才配站在我身边。而且那枚专利，我势在必得。车内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唯有雨点敲击车顶的声音。我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心中那一抹孤注一掷的勇气瞬间炸裂。好，我答应，但我有个要求，领证的时间必须是现在。傅廷琛唇角微扬，似乎对我的果断非常满意。林小姐，欢迎合作，民政局的专人已经在等了。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他根本不是路过，而是在这儿等了我很久。但我不在乎，只要能让陆泽和白月跌入地狱，与恶魔共舞又如何？20分钟后，2本烫金的结婚证落入了我的掌心。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是当着傅廷琛的面，直接给银行的高级主管打了个电话。陈行长，我是林夏，此前陆氏集团的所有贷款担保，我正式提出撤销。另外，属于我个人的那3亿资产，请立刻转入傅氏的监管账户。电话那头的声音诚惶诚恐，这一单下去，陆氏集团的资金链将会在天亮前彻底断开。此时，我的手机屏幕疯狂闪烁，全是陆泽打来的电话。我冷笑着按下了接听键，还顺手开了免提。林夏，你到底发什么疯？你居然敢私自撤销担保？银行刚给我发了催债函，你知不知道这会害死我的公司？陆泽咆哮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现在急得跳脚、面目狰狞的样子。陆泽，那是我的钱，我想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你既然有本事把股份送给秘书，想必也有本事自己解决资金问题吧？你赶紧回来，我不跟你计较婚礼的事了。只要你把担保续上，我明天就带那个白月去道歉。林夏，做人别太绝，你离了陆家，在海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傅廷琛坐在一旁，优雅地整理着袖扣，突然开口接了一句：“
陆总，我的太太不需要在海城找立足之地，因为她就是这里的女主人。电话那头瞬间死一般的寂静，陆泽的声音颤抖的不像话，带着不可置信的惊恐。傅廷琛，林夏，你怎么会在傅廷琛的车里？你们在干什么？陆先生，准确的说，我们刚从民政局出来，关于陆氏破产的事，我的律师会全程跟进。祝你和白月小姐新婚快乐。我挂断电话，直接将陆泽的所有联系方式拉入黑名单。这一夜，陆家注定灯火通明，而我的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不少老熟人的消息，陆泽的公司楼下被债主围得水泄不通，白月因为非法侵占公司资产，也被公司的股东们联名质问。我此时正坐在富氏集团顶层的办公室里，手里端着温热的拿铁，俯瞰着整座城市的繁华。傅廷琛办事极快，不仅帮我处理了法律后续，还帮我搬进了傅家老宅。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秘书还没来得及阻拦，陆泽的母亲就一脸狼狈地冲了进来。她不复昨日的嚣张，头发凌乱，甚至连衣服都没换。林夏，你这心肠也太黑了！阿泽的公司要是倒了，你那些年的辛苦不也白费了吗？你快跟傅总求求情，让他放过我们吧。阿泽他知道错了，他现在就在楼下等着给你赔罪呢。我放下咖啡杯，眼皮都没抬下。陆夫人，您搞错了，让陆氏倒下的不是傅廷琛，而是你们自己的贪婪和愚蠢。至于赔罪，他配吗？陆母见硬的不行，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准备撒泼打滚。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初要不是我们陆家收留你，你能有今天？你现在飞上高枝了，就想看我们去死啊？傅廷琛正好推门进来，他周身散发的寒气让陆母瞬间紧了声。收留，陆夫人，要不要我把当年的财务报表翻出来，看看是谁拿着林夏的专利费在外面挥霍？还是说您想去警局聊聊陆泽洗黑钱的证据？陆母吓得脸色惨白，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办公室。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只有一种麻木的快感。曾经我把他们当家人，他们却把我当摇钱树。现在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每一分钱都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感觉如何？傅廷琛走到我身后，声音低沉，还不够，这才哪儿到哪儿。我回过头，眼神坚定。下一步，我要让那个白月亲自撕开陆泽最后的遮羞布。陆泽的公司停摆后，白月竟然还没死心。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剪辑得非常有心机，全是我和傅廷琛暧昧的画面。配文却是守护多年的感情终究败给了金钱和权势。他试图利用舆论风向，把我塑造成一个为了攀附权贵，在大婚之日抛弃穷小子的势利女，甚至还找了几个营销号爆料说我早就和傅廷琛有私情，婚礼现场闹事只是为了找个由头脱身。林夏姐，你真的好狠！陆总为了你3天没睡，你却在富豪怀里笑，你对得起他的初恋吗？白月甚至还特意开了一个直播，在镜头前哭得梨花带雨，仿佛他才是那个受害者。底下的评论区瞬间炸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跟风辱骂我。现在的女人真现实，为了嫁豪门，连婚都能退。心疼陆总，简直是现实版的陈世美，不对，是秦香莲被抛弃了。我翻看着这些评论，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有些好笑。白月还是太年轻，他以为现在的网友都是傻子吗？我反手就登录了自己那几个一直潜水的技术大 V 号，放出了一张张清晰的证据。第一张是白月入职以来利用公司资金购买奢侈品的账单截图，第二张是陆泽和白月在不同酒店的开房记录，日期远在婚礼前1年。第三张也是最致命的一张，是那份被陆泽签了字的股份转让书，上面的日期竟然就在我们领证的前一天。既然白小姐想聊感情，那咱们就好好聊聊，这3年是谁拿着我的专利授权费在酒店包房里谈感情的？又是谁在婚礼前夕迫不及待地分赃我的财产？我只发了这一条动态，原本沸腾的评论区瞬间反转。卧槽，实锤了！不仅是出轨，还是团伙作案，骗婚骗产啊！白月，你还要脸吗？穿着人家外婆缝的礼服录这种视频。我冷眼看着白月的直播间，人数瞬间从几万掉到几百，弹幕全是问候他祖宗18代的。就在陆泽和白月快要被舆论淹没时，白月放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晒出了一张红彤彤的孕检单，并在动态里艾特了我。林夏姐，你可以不原谅陆总，但孩子是无辜的，这是陆家的骨肉，也是陆总现在唯一的支撑。为了孩子，请你停手吧。这张照片一出，陆泽果然像抓到了救命稻草，立刻转发并配文，哪怕一无所有，我也会守护好我的孩子和爱人。林夏，我承认我对不起你，但请放过这个未出世的小生命。陆家的那对老夫妻也仿佛活了过来，竟然还敢带着几个老家的亲戚跑到傅氏集团门口拉横幅。林夏杀人灭口，逼死亲孙子；豪门阔太逼死怀孕平民女孩。这一招虽然老土，但确实有效，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围观群众。傅廷琛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冷眼看着底下的闹剧。林夏，需要我让保镖清场吗？我走到他身边，拿过他手里那份刚送来的绝密资料，嘴角露出一抹狠厉的笑。不用清场多没意思，既然他们想要孩子，我就送他们一份大礼。这孩子来的可真是太及时了。我换上了一身利落的职业装，带上那份资料，在大批记者的长枪短炮下，姿态优雅地走出了公司大门。
面对记者的镜头，我没有丝毫慌乱，直接将那份资料怼到了白月的脸上。白月小姐，听说你怀了陆泽的孩子，那真是不巧。我手里这份报告显示，陆泽在3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就已经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请问你肚子里这个陆家骨肉到底是哪位好心人的杰作？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陆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又看向白月。林夏，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丧失生育能力了？陆泽，那是你妈为了瞒住你，故意销毁了病历。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去对面的医院做鉴定。我看着白月瞬间惨白的脸色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想靠孩子上位，却不知道这个坑是你自己给自己挖的。那天的记者会后，白月竟然靠着一哭二闹三上吊，硬生生让极度渴望子嗣的陆泽相信了当年的检查是误诊。5·1小长假，海城最大的恒隆广场人头攒动。我挽着傅廷琛在顶层的高奢店视察产业，正好撞见正在挑选婴儿车的陆泽和白月。白月挺着并不显怀的肚子，故意拔高了音量：陆总，这个定制款婴儿车才30万，我们的宝宝生下来可是陆家长孙，就该用最好的。某些人费尽心机造假病历，也改变不了我怀孕的事实。他一边说，一边挑衅地看向我，满脸都是耀武扬威的得意。陆泽为了在公众场合撑面子，硬是咬牙拿出信用卡买。我陆泽的孩子自然配得上最好的，更别提某些人攀上高枝也掩盖不了没人要的下贱本质。我冷眼看着这对跳梁小丑，刚准备开口，傅廷琛却抬手制止了我。傅廷琛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声音冷得结冰：陆先生既然这么阔绰，不如先把拖欠傅氏名下银行的2000万贷款还了，用着高额透支卡在这里装阔，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陆泽举着信用卡的手僵在半空，脸色瞬间长得紫红。白月不甘心被落了面子，尖锐地反驳：傅总别欺人太甚，陆氏只是资金周转，遇到点小问题，等5·1假期的项目回款随便就能还上。傅廷琛根本不接茬，直接侧头看向身后的商场经理。傅氏旗下的商场什么时候连信用破产的失信人员也能随便放进来了？丢出去！商场经理满头大汗地招来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直接架起2人。陆泽死死攥着拳头，却半个字都不敢反驳，他只能拖着还在骂骂咧咧的白月，灰溜溜地被保安一路驱赶出商场。商场的屈辱让陆泽彻底红了眼，他意识到再不留后路，他就真的全完了。当晚，狭窄的出租屋里，陆泽调出公司仅剩的500万流动资金，他咬牙切齿地告诉白月，明天一早银行就会查封账户，必须立刻把钱转走。白月满眼贪婪，连连点头。陆总放心，钱放在我私人账户最安全，等风头过去，这笔钱就是我们东山再起的资本。陆泽一边飞速操作键盘，一边恶狠狠地咒骂：林夏想让我身败名裂，我偏不如他的愿，就算公司破产，我也要给他留个烂摊子，他1分钱都别想拿到。资金被违规窃分成几十笔小额转账，迅速流入白月的海外账户。陆泽甚至连夜做阴阳合同，把我们婚内几处隐秘房产全过户到白月名下。他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不知道屏幕上每一笔跳动的数据都同步传输到了我书房的电脑里。我端着黑咖啡，冷眼看着陆泽亲手把绞刑架套在自己脖子上。陆氏集团的内网早被我植入了监控程序，我按下录屏键，将他转移婚内财产和挪用公款的路径图全部打印出来。傅廷琛推门进来，扫了一眼那些长长的流水单，他动手了，我现在就让法务团队报警，明天一早就能冻结白月的所有账户。我抬手按住他的手腕，摇了摇头，不急，现在报警，这点金额最多只能判他几年。他既然想玩票大的，不如让他把窟窿捅得再大一点。我将完整的证据链锁进保险箱，眼神冰冷，我要让他自己斩断所有退路，彻底无法翻身。傅廷琛反手握住我的手，低声笑了：傅太太，你真是狠得让我惊喜，接下来需要我怎么配合？抛出诱饵，该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深渊了。为了这个诱饵，我特意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傅氏旗下的空壳公司星辰资本高调对外宣布了一个巨型能源开发项目，为了让诱饵逼真，我故意设置了极其严苛的筛选门槛。陆泽每天在出租屋里翻看行业新闻，急得双眼通红，他深知只要拿下代理权就能彻底翻身。白月，把那500万拿出来，我要去打点关系。白月死死捂着银行卡，拼命摇头。不行，那是我们最后的救命钱，万一砸进去连水花都看不见怎么办？陆泽一把掐住他的手腕，眼神狰狞恐怖。你懂什么？富贵险中求，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我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废物。把钱给我！他强行掰开白月的手指，夺走银行卡，夺门而出。看着监控画面里的闹剧，我拨通了星辰资本负责人的电话，可以收网了，告诉陆泽500万不够，保证金要3000万。3000万的门槛直接把拿着500万去签合同的陆泽逼上了绝路。星辰资本的负责人傲慢地将他拒之门外，限他明天日落前凑齐验资，否则项目作废。贪婪彻底吞噬了理智，陆泽咬破手指，冲进了海城最黑的地下钱庄。
阴暗的包厢里，高利贷老板把一份阴阳合同甩在桌面上，2500万，日息2分，还不上的话，我们要你的命，拿什么抵押？陆泽毫不犹豫地掏出伪造的公司全套印章，以及他名下唯一没被冻结的陆家祖宅房产证，用陆氏剩余债权和我爸妈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只要项目启动，我连本带利还给你。签字画押，一气呵成。看着账户里凑齐的3000万，陆泽仰起头，发出极其狂妄的笑声。他以为自己拿到了通往巅峰的门票。第二天一早，陆泽就踹开了星辰资本的会议室大门，他将3000万的转账凭证拍在桌子上，底气十足地索要海城独家代理权。负责人暗自冷笑，面上却恭敬地递上一份长达50页的繁复合同。满脑子荣华富贵的陆泽根本没有心思去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致命违约条款。他飞快地在最后一页签下名字，盖上公章。从今天起，我会让所有人知道，我陆泽不靠女人也能站在海城的巅峰。他拿着合同复印件，大摇大摆地离开。会议室的暗门被推开，我走出来，拿起那份按着红手印的原件。我翻到违约金那一页，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鱼已经死死咬住钩了。5·1假期结束的那天，就对外宣布项目无限期停摆，违约责任全算在他的头上。陆泽的美梦仅仅维持到了5·1长假的最后一天。他正准备在出租屋里开香槟庆祝，一条重磅新闻直接将他打入地狱。星辰资本能源项目涉嫌严重环保违规，已被监管部门无限期叫停，代理商面临巨额审查与违约赔偿。陆泽手里的酒杯啪地摔碎在地，他疯癫地拨打负责人的电话，传来的只有机械的关机提示音。白月吓得脸色惨白，尖叫着问3000万是不是打水漂了。陆泽没有理他，抖着手翻开那份被他忽略的合同，违约条款写得清清楚楚，项目停摆，代理方需支付5000万违约金，否则强制执行名下所有资产。骗局，这是一个骗局，他们合伙算计我。陆泽跌坐在满地玻璃渣里，双手抱头，发出了绝望的哀嚎。哀嚎还没停止，高利贷催债的夺命连环电话就打了进来，恐吓、威胁、扬言要卸他的胳膊。陆泽彻底崩溃了，他双眼通红地站起身，一把揪住白月的头发，都怪你这个扫把星，把你的首饰全给我拿出来去卖钱。白月拼命挣扎，死死护住自己的包，两人在狭窄的出租屋里疯狂扭打。陆泽，你放开我，你自己被人骗了，拿我出气，你这个窝囊废！拉扯间，陆泽狠狠用力一推，白月脚下一滑，后脑勺重重地撞在了尖锐的茶几边缘，鲜血瞬间流了一地。白月捂着肚子发出了凄厉的惨叫，救命，肚子好痛，救救孩子！陆泽看着满地的血，吓得直接夺门而出，连救护车都没打。10分钟后，我安排的保镖踹开了出租屋的门，看着奄奄一息的白月，我冷漠地吩咐保镖收集地上的血迹，我要一份加急的 DNA 比对报告。保镖将白月送进急救室的同时，提取的血迹和陆泽落在屋里的牙刷一起送到了富士旗下的鉴定中心。2小时后，一份盖着钢印的加急报告送到了我的手里，上面的数据清晰明了，胎儿与陆泽不存在任何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傅廷琛站在我身后，看着报告挑了挑眉，原来真的不是他的，看来陆泽不仅破了产，还当了这么久的活王八。我将报告折叠起来，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白月为了上位，随便找个混混借种，陆泽为了这个不存在的野种，不惜转移资产，借高利贷违法犯罪。我转身走向电梯，去查查白月最近联系过哪些可疑人员，把那个真正的生父找出来。我要让陆泽好好欣赏一下自己头顶的颜色。鉴定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一早，法院的封条也同时贴在了陆氏集团的大门上。陆氏集团正式宣告破产清算，地下钱庄的人直接冲进陆家祖宅，把陆泽的父母强行赶到了大街上。此时的陆泽正躲在海城郊区的一个废弃仓库里瑟瑟发抖，手机里不断弹出被限制高消费的短信，他的银行卡被全数冻结，连买个馒头的钱都刷不出来。不行，我不能坐牢，我不能死在催收的手里。他疯狂地翻找口袋，摸到了之前给白月办理的海外不记名银行卡的副卡，那里面还有他最初转移出去的500万，这是他偷渡出国的唯一希望。陆泽眼中闪过一丝狠毒，立刻拨通了白月的电话，语气瞬间变得极其温柔。白月，你在哪？我去接你，我们带上钱远走高飞。刚做完流产手术的白月接到了陆泽的电话，听到陆泽要带他出国，他根本没有提自己流产的事，立刻答应了碰面。深夜，海城郊区的一间廉价快捷酒店，陆泽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在房间里焦急踱步，脸色苍白的白月推门进来，陆泽立刻迎上去，直奔主题。
卡带来了吗？密码是多少？我已经联系好了，明晚的黑船，我们必须先确认资金。白月死死捂着口袋，警惕地后退一步。陆泽，钱可以给你，但你必须先带我上船，等到了公海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告诉你密码。陆泽瞬间变了脸，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怒吼：你敢跟我讲条件，高利贷的人随时会追过来，立刻把密码说出来，否则我弄死你。白月拼命挣扎，死活不肯松口，两人互相忌惮，只能暂时达成协议，在房间里死死盯着对方，等待着明晚的逃亡。第二天一整天，两人都龟缩在酒店房间里，连外卖都不敢点。陆泽一遍遍确认着偷渡的路线，他看着坐在床角的白月，心里盘算着，只要一上船，就立刻逼问出密码，然后把这个女人踹下海。白月则紧紧攥着那张银行卡，那是他唯一的保命符，只要手里有密码，陆泽就不敢动他。夜幕降临，距离开船只剩最后2个小时，两人开始收拾为数不多的行李，房间里安静的可怕，只有拉链拉动的声音。突然，门口传来沉闷的敲门声，陆泽吓得浑身一哆嗦，抓起桌上的水果刀，两人屏住呼吸，死死盯着房门。敲门声停了，随后门缝底下被塞进来一个没有署名的黄色快递文件袋。门外传来急促下楼的脚步声，陆泽握着刀，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后，确认外面没人，这才捡起地上的文件袋。陆泽粗暴地撕开那个匿名文件袋的封口，里面没有恐吓信，只有几张盖着医院红色公章的纸。陆泽抽出纸张，目光扫过最上面的标题：DNA 亲子鉴定报告。陆泽的瞳孔剧烈收缩，他快速翻到最后一页，视线死死盯在鉴定结论上。检测结果显示，白月腹中胎儿的基因样本与陆泽无任何生物学遗传关系，生物学父亲确认为名叫阿豪的社会闲散人员。这张纸仿佛有1000斤重，陆泽拿着报告的手开始剧烈颤抖，呼吸变得极其粗重，额头的青筋根根暴起。白月看着陆泽的脸色不对，咽了口唾沫，试探着走过去询问：陆总，是什么东西是高利贷的人找来了吗？陆泽猛地抬起头，双眼布满红血丝，死死盯着白月的肚子。阿豪是谁？你费尽心机怀上的野种到底是谁的？白月看到那份报告，脸色瞬间惨白，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不是的，陆泽，你听我解释，这报告是假的，肯定是林夏找人伪造来陷害我的。陆泽根本不听他的辩解，反手就是一个极其狠厉的耳光，直接将白月扇翻在地。贱人，你用一个野种骗我转移资产，害我背上2000万的高利贷，我为了你倾家荡产，你竟然给我戴绿帽子。陆泽彻底崩溃了，他扑上去死死掐住白月的脖子，疯癫地收紧手指。白月被掐得翻白眼，双手乱抓，指甲深深嵌进陆泽的手臂里。陆泽，你这个废物，你自己没本事，被林夏玩弄于股掌之中，凭什么怪我？是你自己蠢。白月摸到地上的水果刀，毫不犹豫地刺进了陆泽的大腿。陆泽惨叫一声，松开了手，两人在狭窄的房间里彻底撕破脸，如同发疯的野兽般互相撕咬。陆泽拔出大腿上的刀，一脚将白月踹晕在角落。他喘着粗气，从白月口袋里翻出那张海外银行卡，逼迫他按下了指纹解锁手机，查到了密码。你就在这里等死吧。陆泽拿着卡，拖着流血的腿逃出酒店，直奔黑码头。他把卡拍在偷渡蛇头的面前，要求立刻上传。蛇头拿出 POS 机一刷，机器却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卡被冻结了，里面1分钱都没有。蛇头一脚将陆泽踹翻在地，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陆泽瘫倒在泥泞的码头上，他处心积虑转移的最后500万早就被我申请了司法冻结。绝望彻底淹没了他，高利贷的催收短信再次跳了出来，扬言今晚就要砍他全家。陆泽拖着流血的大腿，在深夜的街道上绝望狂奔。高利贷的催收电话快要把手机震碎，他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去洲际酒店找他的爷爷。此时的洲际酒店顶层宴会厅灯火辉煌，陆老爷子为了挽回陆家破产的颜面，砸锅卖铁办了这场70大寿。他穿着暗红色的唐装，强撑着笑容在门口迎客。陆泽的父母穿着租来的礼服，穿梭在宾客中间，逢人便大声吹嘘。今天海城首富副总会亲自到场驻守，有了傅家的注资，我们陆氏集团马上就能渡过难关。宾客们虽然听说了陆家的丑闻，但听到首富会来，纷纷换上讨好的笑脸。陆家人沉浸在虚假的繁荣里，根本不知道他们引以为傲的孙子正面临怎样的绝境。宴会厅的大门被服务生缓缓推开，我穿着一袭高定黑色晚礼服，挽着傅廷琛的手臂，踩着红毯从容地走入宴会厅。原本喧闹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我们身上。陆母一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踩着高跟鞋气冲冲地走过来。林夏，你这个丧门星还有脸来？我们陆家今天请的都是非富即贵，你拿什么资格站在这里？他上下打量着傅廷琛，撇了撇嘴，满脸鄙夷。
这就是你找的野男人。林夏，你故意租个小白脸跑来我们陆家的寿宴上蹭吃蹭喝。陆老太太也拄着拐杖走过来，眼神刻薄。林夏，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但今天海城首富副总马上就到，我劝你带着你的男模赶紧滚，要是冲撞了副总，10个你都不够配。我看着他们愚蠢的嘴脸，连反驳的欲望都没有。傅廷琛站在我身边，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危险的冷笑。周围的亲戚听到陆母的话，也开始指指点点，满脸嘲笑。这林夏也是不懂事，离婚了还带个小白脸来前夫爷爷的寿宴上闹事。听说陆家马上就要攀上傅氏集团了，他现在肯定后悔死了。我随手从侍者的托盘里拿起一杯香槟，轻轻摇晃，冷眼看着陆母。陆夫人，你们一口一个副总，怎么副总长什么样，你们都没见过吗？陆母冷哼一声，整理了一下脖子上的假珍珠项链。副总那种级别的人物向来低调神秘，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需要知道陆家马上就要翻身了。就在这时，宴会厅的灯光骤然熄灭，一束刺眼的追光打在舞台中央，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声音高亢激昂。各位来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傅氏集团最高掌权人傅廷琛先生。全场掌声雷动，陆老爷子激动地站了起来，陆母立刻整理衣服，准备迎接他们眼中的救世主。大门处空空荡荡，根本没有人进来。那束原本打在舞台上的追光，突然在场内快速移动，最终精准地落在了我和傅廷琛的身上。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主持人快步走下台，一路小跑到傅廷琛面前，恭敬地90度鞠躬。傅总，您来了，主桌的位置已经为您安排好。陆母的笑容彻底僵在脸上，手里的酒杯啪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陆老爷子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椅子上，指着傅廷琛的手指剧烈颤抖。你是傅总？这不可能，林夏带来的小白脸怎么可能是海城首富？傅廷琛将我护在身旁，冷漠地瞥了陆家人一眼。陆老先生，你刚才说怕我冲撞了谁？陆老爷子脸色惨白，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满头大汗地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傅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托了关系给您送请柬，您今天能来，难道不是为了我们陆家的合作？傅廷琛打断了他的话，声音不大，却透着绝对的威压。陆老先生，我今天来确实是为了陆氏，不过不是注资。傅廷琛转过身，面向全场所有错愕的宾客，直接下达了封杀令。我正式宣布，傅氏集团永久终止与陆家的一切合作，谁敢给陆氏提供1分钱的资金，就是与我傅廷琛为敌。全场哗然，那些原本准备巴结陆家的商人，立刻满眼惊恐的退避三舍。陆老爷子一口气没喘上来，死死捂住胸口。傅总，陆家到底哪里得罪了您啊？得罪他的不是陆家，是你那个宝贝孙子。我甩开傅廷琛的手，大步走上舞台，一把夺过主持人的麦克风，背后的大屏幕瞬间亮起。我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将所有的铁证投屏到了所有人面前。第一章是陆泽非法挪用公司账目转移婚内财产的海外银行流水。第二章是星辰资本那份注定违约的假合同和2500万的高利贷借条。第三章，也就是最致命的，是白月那个胎儿的加急 DNA 鉴定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与陆泽无血缘关系。我在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彻底崩溃的陆家人。陆老爷子，您倾家荡产办这场寿宴，就是为了保这个挪用公款，背上巨额高利贷，还替混混养野种的罪犯吗？巨大的信息量让现场彻底炸锅，嘲讽和鄙夷的目光狠狠扎在陆家人身上。陆母两眼一黑，直接瘫倒在地上，撒泼打滚。陆老爷子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份 DNA 报告，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就在这时，宴会厅的大门被重重撞开，浑身是血，大腿上还扎着绷带的陆泽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他扑通一声跪在陆老爷子面前：“爷爷，救命啊！高利贷在追杀我，我的卡全被冻结了。”陆老爷子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孙子，又看了看屏幕上的铁证，颤抖的手指再也支撑不住。你这个逆孙，我陆家100年基业全毁在你手里了！噗！陆老爷子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当场气晕在地，现场顿时乱作一团。救护车的鸣笛声和警笛声同时在洲际酒店楼下响起，医护人员冲进来，用担架抬走了生死未卜的陆老爷子。紧接着，全副武装的警察拿着正式的逮捕令走进了宴会厅。警察无视周围的混乱，直接走向跪在地上发抖的陆泽。陆泽，你涉嫌多项特大经济犯罪、职务侵占及商业诈骗。另外，你的同伙白月已在快捷酒店被抓捕归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冰冷的手铐直接锁死了陆泽的手腕，他瘫在地上，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拼命地冲我磕头。林夏，我错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给你当牛做马。我挽着傅廷琛的手臂，冷漠地俯视着他。陆泽，在监狱里好好度过下半辈子吧。警察粗暴地将他拖走，前夫一家彻底完了。傅廷琛低头看着我，眼神温柔。傅太太，好戏落幕了，我们回家。